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敬请关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迷彩虎。近期有媒体爆出，中国正在研发第3款五代机，此消息立刻引起大家强烈关注。这次的五代机不是新研制的，而是在原有战斗机枭龙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改进而成的。今天虎哥就来和大家说到这个廉价版的五代机。一架先进的五代机要想实现先进的隐身、超机动性、超级信息化等几个能力，就要装备许多先进的设备，飞机的成本自然居高不下。以世界上最为典型的五代机 F-22 为例，据外媒报道，一架 F-22 光单机造价就高达近4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26亿6千多万元。怪不得就连以财大气粗著称的美国空军，也仅只采购了187架而已，实在是买不起呀。鉴于 F-22 的高成本，美国空军意识到完全用它来进行换装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是就拉着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一起提出了以低成本为主要特性的 JSF 美国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而这个计划的产物就是大名鼎鼎的 F-35了。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飞机的性能确实是及格的，但是飞机的成本仍然因为种种原因仍然是居高不下，这令美国和其小伙伴们苦不堪言，纷纷感叹换不起。像美国这样的土豪都觉得五代机成本高昂，那其他大量有换机需求的中小国家自然更是有心无力了。于是各大军火商都开始针对这一市场来忽悠自己的改装五代机计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波音公司的 F-15SE 沉默鹰了。这种改造四代机的机身，并适当增添一些新的技术，将原先的标准的四代机 F-15改造成了符合一部分五代机标准的屌丝五代机，既满足了成本要求，又提升了性能。但是这种基本只在表面上修改的计划，并没有从实质上来改变飞机的隐形特性。在现代空战中，面对四代机并不具有压倒性优势，并无任何实际效果，这也就导致了计划推出多年也是无人问津。中国目前专攻出口的枭龙战机是由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研制、共同生产、共同开发的一款相当于早期 F-16水准的轻型全天候高性能战机，具有机动性能强、控制性能好、价格便宜、便于维护、性价比高等许多优点。但是毕竟是一款轻型的四代机，在目前隐身战机大量扩散的时期，这种轻型四代机在面对隐身五代机时完全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只有被吊打的份。这就导致很多原先装备了四代机的第三世界国家急需换装新飞机，而中国作为廉价无机的出口大国，怎么能眼看着这么大的市场而无动于衷呢？市场嗅觉极为灵敏的程飞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再结合自己研制五代机的丰富经验，对枭龙进行彻底的改造。为了能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的需要，中航程飞开始进行隐形版枭龙的研发。中国设计专攻出口的先进战机出口，却还要征求印度的同意，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专门做了一期视频，放在了公众号上，微信搜索米粉房屋，关注后回复出口了解详情。据报道，此款隐形枭龙2年前就已由程飞开始研制，此项目的定位主要是针对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想要换装更加先进的战斗机，却因经费预算不足或政治原因无法购买到高端的五代机而推出的替代产品，力图用尽量低的成本实现一些五代机的技术指标，从而达到可以抗衡部分改良型四代机的目的。此次从中航工业官方媒体曝光的图片可以发现，枭龙的隐身型号采用了菱形机头、一体化座舱、聚酯装连接处等隐身设计。按照这个思路，除了照片公布的部分以外，隐身版枭龙还可能采用了翼身融合、微型双垂尾、锡箔材料等常见的隐身设计，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自己的雷达波反射面积，大大减小了被发现的概率。同时，利用机身空间新增加了数个宝型武器舱，将所携带的武器设计成完全放入武器舱等，可以极大地降低飞机的雷达反射面积。同时，利用中国本身强大的雷达和信息技术，全面升级枭龙的航空电子系统。有了这些新技术的加持，虽然成本相较于原版枭龙会有所增加，但是仍然不过几千万美元而已。相当于现在改进四代机动辄上亿美元的价格，隐形版的枭龙绝对可以称得上物美价廉了。对那些有飞机换装需求的第三世界国家兄弟们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具诱惑的选择。
最后，虎哥推荐款好玩的空战手游，游戏画面炫酷，简单易上手，特别是近距离狗斗，惊险刺激。现代先进战机任你选择，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迷彩虎军事，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在游戏中体验现代空战的爽快炫酷。